本节目由零糖零卡灵芝无糖也甜的 Kelly One 生气波波苏打气泡水独家冠名播出。曾有人说，怕你就会输一辈子。常常有人问我，拳击是什么？拳击是勇敢者的运动，人生何尝不是一场拳赛？再这样，裁判会判你 TKO 的啊！你输了。当你面对强大的对手、失败的挫折、伤痛的困扰，勇气就是那道光。还能坚持吗？可以，下次会更好。我想得到一个就是不放弃的过程。拳击呢，就是很主动，完全由你个人来掌控结局和结果。欲文明其精神，先自野蛮其体魄。体育精神在我们手中代代传承。今天，全民健身是为传递正能量，共筑复兴梦。打拳这个东西，打的是信念感，不断的去挑战自己的一个过程。挑战自己有时候比你拿下一个冠军其实可能更重要。战胜对手，你要有这样的信心，你才能输都输得光彩。不管赛场的拳台还是人生的舞台，面对任何困难和挑战，但愿勇气与你同在。栉风沐雨，砥砺前行，永不言弃，从心出发。欢迎各位来到全力以赴的我们，让我们首先有请夏之光，有请张延琪。看后手出拳，再次摆拳，后手摆拳，漂亮。因为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拿到金腰带。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一个拳击小百科。我5个信心也给了你。你的选定是？本节目由零糖零卡灵芝无糖也甜的 Kelly One 生气波波苏打气泡水独家冠名播出。这么潮，这是要打一拳先？几千吗？呆若木鸡，不知道这什么水准。没有人，有人理我一下吗？打出来了呀！权力值排行榜这么残忍吗？倒数第一，权力值排行榜倒数第一已经出现了，选一个座位。怎么办呀？走还来不来得及？2号要来了，5404，女生。是个女生，是你吗？哎呦我的天哪！你为什么会来参加？我想了很多个人。嘿，你为什么会来参加这样的节目呢？您为什么会来参加这样的节目呢？因为我是一个咱俩都是健身人士，没有人想过我会打拳，但是生活当中不全都是意外吗？咱俩先坐一块儿，可以，是吧？咱俩坐一块儿，可。然后我觉得，如果真的让咱俩打，可以，我觉得是可以的。可以。哎 ，hello， 走，就想上拳台，就想打。就突然有了这档节目，我觉得哇，中国的这个综艺节目终于有个 surprise 了，所以我来了。欢迎凌晨 ，hello， 请坐了。所以凌晨看到你的这个权力值，我也还不是特别满意呢。我觉得收着了。你是用左手还是右手打？
右手啊？哦，我左手。你为什么？我右手受伤了呀。我昨天手杵着了，我用左手打可以吗？左手。所以你如果要是右手，你觉得会多少？我觉得8000，差不多吧，7、8千吧，7、8千，差不多吧。其实我在用力在打，但是没办法，只能打出这么一个成绩。来了俩，故意的，500多怎么可能？500多这就属于是蹭了一下。我们不会真的成为对手吧？哎，如果真的我们俩成为对手，你会往死里打，把你摁到地上。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。我为了金腰带，哈哈，这是我今年的目标。这对于我来说非常有诱惑力。之前学过一点点泰拳，一点点，只是学到拜师舞就结束了。3、2、1，哇，5999，有点凶啊，什么菜？我的力气也太大了吧！我助跑，1000多，真的假的？2000多坏了吧？这个是，3000多，真的假的？坏了吧？这是3000多，这不可能，我不可能，我再来一次。我3326啊！哎，就你那小劲儿，不可能！526，走啊，走，再见。是不是上面的值和下面的值不一样啊？500多是谁？是沈梦辰对吗？梦辰500多。你猜谁500多？猜谁？不用猜了，不用猜。599，沈梦辰。哎，等一下，不是说不给名字的吗？好尴尬！哇，这个男生真的。沈梦辰，你来的是一个体育节目啊。沈梦辰，你捏我的肉很疼，救救我！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健身的，对，还有一个发泄情绪的一个作用。我就觉得很兴奋人，一直都想在镜头前打给大家看，开玩笑。哎，我问一下4位女生，就是你们来这儿，丹妮的朋友觉得应该很正常，并没有。我跟你说，我昨天宁静姐，我跟她说，我说宁静姐，我要参加一个打拳击的节目，宁静姐在笑我，笑话我，她觉得我不可能。我看到拳台，我就觉得哇，你知道，摩拳擦掌，本来女生就很厉害，就很强，谁说女子不如男？所有人听到这个都是比我还兴奋。我说我要参加打拳，全部说你要参加打拳啊！你不要把他们打坏了，要返场维修很麻烦的。我希望自己在节目中呈现的不是女生比较娇弱的，是那种就是跟男生为之抗衡的，可以努力去抗衡一下的那种状态。孙瑞呢？我是我们团最 man 的了。这个东西大家都可以打，所以这一次来了很多女生，我觉得都很强。Hello。6765还行吗？排第几啊？我觉得拳击它是一个，我觉得每个男孩都会比较向往的一个运动嘛。世界拳王可以，我可以。徐灿、邹市明、徐绍忠、阿里、泰森、霍利菲尔德、刘易斯、梅维瑟、帕奎奥、阿瓦雷兹、小罗伊琼斯。请测试你的拳力值。打拳啊，我今天测不出我的这个正常水平啊，我受伤了，我觉得这个肯定排第一啊，还用说吗？4000多了。4000多。哎，男生女生？女生。我猜是男生，我猜是张大大。我从来没见过4000多的，4000多是什么？是公斤、克。我觉得我来的目的，首先一点就是因为我太瘦了，我想来锻炼身体。其次呢，我就是觉得我先想想看，我被揍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样。我被揍完以后，或者说我被真正打了以后，我到底是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？哦，你好 ，Hello， 春来，哇，哥哥，哇，那个陈明老师，你打6000啊？我可能坏了，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，我还以为我第一呢，我说4000多。
哦，又有4000多，4000多。大大好像过来健身的，然后过来遛弯儿。怎么你们是现在是分边站是吗？选座，选队友，选对手。看一下那个再选。权力值，哦，我比鲍春来的权力值高啊！他受伤了。我来大家应该都很开心。为什么？因为对手如果很强，大家可能会很开心，因为遇强则强嘛。嗯。但如果对手真的弱，也会很开心。没有，我听说你很强。我不强，真的不强。现在的心情啊，就是我等这一刻等很久了，我等这一天等很久了，所以赶紧开始吧。大家好，我来了，你们害怕吗？其实我觉得他不可能打，他怎么打呀？他打谁啊？我犹豫过，怕打不过。有一个网友说，张大大是选手，不是主持人，特别备注的括号没有别的意思。就是往往我出现在很多场合的时候都是主持人，综艺担当、搞笑或者怎么样。但这次来我就是拳手，准确的来说。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这样的评价让我还挺期待我能表现成什么样的。这个肯定是女生。对。哇！哎，各位，你好，幸会。大傻，好了，你好。大傻，你确定刚刚那个是？没用力打。这个579，我们猜是个女生。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是要打这个。哦，你刚刚打着玩是不是？你好。哦，我觉得大傻应该是这样子的，说唱嘛，就是哟嘿哟就进来了，就这样。他一口8个虾，夏天大人们；他一跳9个娃，拳击大人们。所以我觉得大傻刚才真的就是捅了一下那个，差不多是这样子。所以陈明最后你会是所有的权力值里的第1名吗？别闹了，我呸！哦，为什么选大大旁边？我是他的黑红粉之一。黑红粉。对。那我就想选择一个我前面比较感兴趣的人，坐在他边上，感受一下，嘿，这个人是不是像我感兴趣的那个样子？你是因为张大大来，所以才来的这个节目吗？可能是我更想来的一个原因啊，更想来一个之一。两个。你还打拳啊？对呀，我还跳过那个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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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。我好像有看到哎，是不是有点高呢？这个球对我来说，可不可以再降下一点啊？我感觉我觉得来这个节目，其中一个原因是拳击是我一直以来断断续续，从19岁开始就有接触的一个运动，而且你看的时候，我觉得很精彩。你就把它当作是人生里最讨厌的那个人，打一下就可以啊，也很大声。我之前最早接触其实就是看到一些视频里面那些超模在练，然后我觉得很酷。然后之前拍戏的时候，其实有试过1、2下。哇 ！Hello， 大家好。2个大美女。哇，哎，等一下，我想问一下，谁600？哦，徐璐600。哦，这里有显示。这6000多，太吓人了。来认识一下6000多的陈明老师。认识，再重新认识一下。我不知道你这个6000多。对呀。机器人，我说不清楚了，我再也说不清楚了。我的11倍。你没有认真打啊？我很认真了。真的假的？不要这样。6900了。是不是超你了？超过我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你们一个个的。哦。哦，
哇哦！欢迎。 6900，你看这都时代最高分哎！今天上班很积极哦，第1名，今天是第1名哦。要来吗？我吗？好。对。现在吗？别说了，走。好了，开玩笑了，现在就打，我就瑟瑟发抖。看到利路修的时候也是蛮惊讶的，因为他之前参加比赛的时候呈现出的状态是我不想上班，我不想营业，你们放过我。但是主动来报名参加拳击比赛，震惊。因为喜欢运动，然后这天尝试很多东西，就是打碟、旅游节目，然后想尝试一下运动节目，我觉得我很合适。所以利路修，你平时有那个就是练拳吗？我觉得在没来之前。小时候有。难怪。童子功。 15岁吧。那15岁就开始练拳了。我15天之前刚开始练拳。成龙、李小龙、周深。刚哥，你知道我这个人的，敢于挑战自己。可以。我坐利路修那儿吧。可以。我要做就做那个权力是最高的，好不好？来，厉害呀，大大。我坐这儿吧。 哎呦！机器坏了，机器坏了。第1名都没有这么狠。花钱，这个肯定是个男生。不可能吧？5000，那么大的声音。男生。运动员嘛，那其实首先要敢接受一些挑战，我想来试一下。我所谓的保持的体能，真的是保持的还不错，而且就是既然要做了，就争取要把它做到最好。 我是第一次见他本人，就觉得哇，他身材管理也太好了吧！世界冠军了，他还需要证明自己吗？我觉得他很让我意外。哦，你什么道理？单个，好了。但是林丹老师就是，如果你选择这里，有可能会跟他一起。那好，在擂台上见。打羽毛球他们就在一起，打拳还在一起，挺想看的，其实分不开嘛。你那个谦虚了吧？啊，你这谦虚了，我才打4000多。我没谦虚，我腰受伤了，我手受伤。因为我们太熟了，我觉得坐在一起聊啥呀？该聊的聊过，聊完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还是选择坐我旁边，好烦呢。进来就要测试，哇，这是筋膜枪吗？Yellow Zero 的棉花掌，好痛啊！女生打拳很帅嘛。然后我喜欢的运动很局限，可能要跟音乐相关的，想要再开发一些有趣的项目。为什么会来参加拳击节目？想体验一下运动。没有底气，我感觉我还行吧，应该想让自己的性格变得更好一点吧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如果拳击打好的话，应该做事情的话应该会更决绝一点吧。哎，陈烨，因为你的舞蹈很好，我是腿艺人，脚艺人，大概给我们秀一下基础动作。哎，有没有一种过年的时候被家长 Q 到才艺？对，来，陈烨，叔叔阿姨们都在了，来吧。我喜欢的人。哦！哇！可以了，谢谢。老陈，老师们好。哎，他们为什么没有？打了吗？打了。哇！你看我说什么？哇！我说吧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了吗？我们挖。不知道。你是第1名，现在全力值。姚晨，
来看热力值，看，真的呀？真的。你刚才全力了，对不对？没全力，全力以赴就得全力嘛。他能上，姚晨能上8000。哇哦！也7000呢！姚琛，你觉得会是谁？夏之光吧，你的队友是吧？对，所以你还是比较了解他的。对他很猛的，大猛男一个。你什么时候知道另外兄弟也会来参加拳击这个节目？就大家第一时间都直接同步了，对。我们应该不会坐一起。是的。哎呦，哟，老师们好，我需要干嘛？要才艺展示吗？对，下来，要领，蹬地，转胯，送肩，来个标准的后手直拳啊！舍路，我这个怎么我都感觉7000分听起来好高的，感觉总共满分应该才9000分，我现在信心一下大涨了，我要这么进去了。你怎么跟我穿着？哎，他俩撞衫了。好兄弟啊！我可以选那个空座位吗？可以啊。那我选。你直接坐这儿完了。不，我要选空座位。我不。你看你俩，我等别人选我，又都是 rise 的，又分数那么接近。我们怕2年间的那个什么恩怨，就在这上面解决了。对吧？哦，谁跟谁有恩怨？什么有恩怨？什么有八卦？弄成你的那个表情，想看？太可怕了！哇，2年前我们做那个总决赛的时候，就是在这个棚里面。2年后，然后你们出道之后，现在又回到这儿来比赛，然后选位置就跟拳击101的感觉。对，关键是我这次不主持了，我要跟打了吗？对。6789，还行，挺满意的了。我以为我4000多，可以。你应该知道自己2个兄弟也来参加了我们节目，你当时知道他们来，你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我第一反应就是哇，挺好，对，有人陪我一起。因为兄弟在一块2年，就是很了解彼此，然后也很熟悉，然后来这个节目去成长的时候，我发现哦，原来不是自己一个人成长，还有2个兄弟陪自己一起成长，所以那个感觉特别棒。哎呀，光哥，我要展示才艺的，没有才艺，有队友，我都展示了。好，对，每个人都有才艺啊。我打了一段。现在吗？退什么？你别退啊！啊？哎，你翻一个，光光，那我就翻一个好了。完了，直接大家。哦！夏日光，第一呢，你上当了，进来之后没有才艺展示这个环节，然后呢？没有，我太信任他了。对，第二，没想到他把2年的感情就这么。我给了你一个机会，对手都被吓到了。谢谢。现在排名第1的是你的前队友姚琛，排名第2的也是你的前队友张延琪。有问题。然后他们2个现在是空着的。有问题。所以你要选择的是。怎么可能？坐在那个王局旁边的霍尊让开了。毕业了，对。那你们应该一起打。我觉得可以的。就是选了就是选对手了吗？大概率。那我就最上面啊！真的呀？哎，还是在姚晨和张延琪中间选一个。不，我觉得我们可以依次通关，在顶峰相见，不要初见就打。好家伙，好兄弟，对的，明智的选择。我不想跟兄弟们上来就碰硬，对，我希望我们各自都能够走一段路再碰上。其实我们都不太想跟兄弟打。如果在节目当中遇到他们，会手下留情吗？那要看他们是怎么对待我的了，对吧？这个。我是拳击手黄旭。
先给大家 freestyle 一段。能不能打一场啊？因为我跟他是在这个比赛里面，我们算相互最熟悉的朋友，所以设计了一个这样的动作，也算一个小巧思吧，就 rapper 之间打招呼的方式嘛。400多。哦。我下边是张老师，在上面就是林丹，那我肯定选张老师。已经有跟张老师的了，是吗？那问那个利路修愿意吗？让位。哎，等一下。厉老师只要能赶紧下班，都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就愉快的早下班。没有，我希望他跟别人打，然后我跟另外一个人打，除了真的打都可以，因为真的不太公平。那烧饼谈一下，马上接下来你要和张大大对打的心情。这个事儿吧，确实我还是觉得别打脸，咱们尽量都别打脸，好不好？都是走这个对，靠脸吃饭还是靠颜值吃饭的，好吧？519是女生，还是女生？是不是？好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感觉很弱的样子，好吧，不满意。就是因为我平时就喜欢健身嘛，然后我又各种运动都不排斥，都想试试。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综艺，我觉得挺好的呀。去干一件事情，要去做一个运动，就真的好好的去比赛，然后还要去有淘汰，就各种这样的方式，我觉得还挺少的。哇，男生肯定是男生。因为我模特的那个工作呢，就是比较被动，因为都是被别人选来选去。但是拳击这个运动呢，我觉得是比较主动的，机缘巧合的，然后有这么一个节目，我就特别开心的。选座。那我就坐这儿吧。选谁？选个个高的。2大模特，哇，对，赏心悦目。就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公平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在那个7乘7的拳台上，然后用尽你的全力，然后用你的训练、你的汗水和你的坚持，然后去拼搏一个好的成绩吧。我觉得，我到角落吧。啊，来了个很猛的，可以。男生的基本上都在6000到7000吧。张伦硕啊，你的对手来了，直接选对手的吗？我估计他上来之后就是你了。6、8、9、6。那我觉得，如果真的想要很认真的做一个运动的话，现在40岁是我最后的机会。然后这一次就刚好有这机会说打拳的节目，那我觉得不能再等了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陈亦儒，健身达人。Hello。哦，哇，这是飞轮海。我当然知道飞轮海，飞轮海是我的童年，不是童年，中学年代。40多岁了，我的天哪，保养的那么好，不得不说，我说哥哥真的是保养的好，我得向他学习。陈亦儒的腹肌好看到爆炸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没有看到过。在这个节目不敢说啊，这里好多人都有腹肌的，老师。你看一下，夏之光的腹肌才是最好看的。我也不信。我信，我没有说醉啊，我没有说醉，这里面全藏龙卧虎。大大怎么感觉你就是很了解？张大的腹肌才是最好看的。我最爱看的就是张大大的腹肌。大大最爱看的就是。我只给我对手一个人欣赏。老师，你是不是占了我的位？是不是帮我？没有，我们我该做哪现在目前有空位的张伦硕，啊，
好，是不是好选择？好，那我就上来了。哇，这真的是腹肌之争，腹肌之争，场上打起来16块飞来飞去，16块飞来飞去。拳击是一个不需要咖位的竞技，你大明星来，你打不过别人一样要挨揍，一样被 KO。就是大家虽然是各个职业的，但是都深藏不露啊。今天被集结在这里了，这也是一个新的旅程，这也是一个新的挑战。不光是我，对于大家都是，所以我们就真正的全力以赴吧。欢迎主持人。哥，你再带一个主持人吧，哥。我再带一个主持人。主持人可以有俩主持人。完了，那谁来选陈明老师？来，各位，完了！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自己，欢迎大家来到全力以赴的我们。哎呀，我还是太年轻了。今天是这样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年龄，我们所有的选手年龄是有跨度。第二，看一下职业，有大学老师陈明老师，这还有一位呢，跑了。然后有歌手。有职业运动员，还有3位、4位 rapper 啊，还有主持人，来自各个行业，来自各个领域。但是大家选择来做全力以赴的我们，其实心里面都是有很多的紧张和担忧，因为毕竟在拳台上打拳，对于在座的各位来说都是第一次，所以为自己的勇气来，掌声给自己先打打气，加加油。我们今天场上还有3位组队的经理人，这3位将会根据你们各位的表现来选择或者放弃你在他队当中的位置。不会吧？哪3位会是经理人？来，各位，我们先请徐璐。第2位经理人沈梦辰小姐。我们的重量级第3位邓紫棋小姐。3位经理人会分别和获胜的拳手来组队，组队成功以后，他们会助力大家成为最佳拳手。所以虽然他们3个不参加比赛，但是在你们比赛和训练的全过程，他们都会关注。你们3个人的任务就是用你们的诚意感动他们，让他们愿意加盟到你的战队来。哦，就是我这个组吧，就是叫做梦之队啊，梦之队啊，所以呢，就是如果想要实现梦想的话，就可以来我这一组。大到可以呼朋唤友，小到找猫找狗，好吧？就是欢迎大家来我这一组。好。我就不说什么了，我们用实力说话，但是在这个场子上面，我们用权力说话，有权力的来我这儿。我就觉得我就是来服务大家的，然后呢，就是大家友谊第一，比赛第2，赛出自己的风采。好的。他们其实可能更多的是需要脑力和管理吧。因为他们不打，所以他们得必须把更多的点 focus 在怎么去排兵布阵，然后去寻找优秀的选手，去武装自己的队伍。首先我们就是设计这个领域，没有很多，所以我们都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的，然后都是跟场上的这24位勇士一起来，成长，一起来进步的。就虽然说我们是经理人，但是我们也是向他们学习。我觉得其实在专业上面有他们的老师会给他们更好的一些意见，那我觉得我可以让大家在这个团体里面感受到温暖吧。接下来就要介绍一下我的对手。你的对手，掌声欢迎我的对手。能够亲眼看到张伟老师，还是蛮激动的。他是
整个节目的专业标杆。大家好，我是张伟丽，可以喊我小胖。我见到真人更猛了。看到这么多演艺的一些明星啊、模特啊，包括体育的明星，他们来参加这个运动，真真正正的去打一场比赛，我特别开心。也希望可以去推广这项运动，然后让以后我们的孩子们可以有一个强壮的身体，还要有一个强大的内心。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。我重新介绍一下伟丽的身份，全力以赴的我们的发起人张伟丽。特别开心，大家可以来到这儿参加全力以赴的我们。拳击呢，需要有一个大心脏，然后需要你有智慧，然后需要你的身体要有协调性，要灵活，然后还要有爆发力，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全面的运动。我希望大家可以在这儿展示强壮的自己、有勇气的自己和智慧的自己，加油！其实我一直是伟丽老师的这个粉丝，我身上还带了一张他的照片，希望能获得一个签名。真的，这个是需要一定运气才能抽到您的这个。这个我知道是这个盲盒，这个是我第一次拿冠军的。对，拿冠军的那一场。张伟丽老师的角色卡，我想表达一下我对他的敬意。如果可以让他在上面签个名的话，当然是更好。我抽了很多张，终于抽到了。哇！拿到这样一个签名的话，也算是激励我自己吧。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在这项爱好中迎来一个属于我自己的高光时刻。张伟丽将和专业的裁判组一起来给大家做最后的对局分配。而怎么能够让张伟丽来了解你们的实际情况？马上，你们将会24个人分别分头对阵张伟丽。那不是死路一条吗？这次呢，主要是一个技术啊、身体素质啊、身体能力的一个摸底的一个测试，可以跟他们近距离接触，知道他们的水平，这样的话配对会更好一些，我觉得。很想上去跟他就是交流一下，因为我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来这儿如果不挨揍，白来了。被他打简直就是我的荣幸，感恩你们，谢谢，谢谢全力以赴的我们啊！来，各位，谁愿意先来？夏之光，夏之光，我。还是很紧张的。首先第一点，因为伟丽老师是 UFC 拳手，但是一点不怕，就是会有一点紧张。好 man 哦，夏日光好白，好白，我黑成这样还白。box， 哦，来了！张伟丽最大的特点不是臂展的问题，就是她就是速度快。这么远怎么打？这么远怎么打？之光进去，对，很好。可以。对。可以。啊，他好敏捷啊！之光棒哎。看，谢谢。可以。哇，好厉害！没看够，再来一局。放开打，别紧张，一定要看着对手，就是给你了你就打就行了，不用害怕。掌声送给夏之光。第一个不容易。我好害怕，上去吧。我现在巨害怕，你知道吗？没事。你过来分享一下你刚才啥心情？就是你不要想着进攻就好了，你就想着他如果给你一拳，你打一拳回来就想着防。比如说你在这儿，你打我，打之前就要想着防了。张延琪，加油，张延琪！我上场之前太紧张了，我紧张的点不是说我要战胜他，因为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。我紧张的点可能是希望在他面前有一个好的表现，能给他留下一个好的印象。走，别着急。打完防。哎，很好。多多有的一下。走。
这个很累的。哦，漂亮！今天表现非常棒，不错不错，而且身体感觉很好，体能再加强一点。好的，加油！是。这一次就是希望能够让他稍微的对我有一点印象，我相信下一次可以让伟丽老师刮目相看。欢迎张伦硕。哇哦！你看那肩膀，哇，这肌肉。这局有的看喽。哦，有节奏哦，很快啊，很快。对，后手躲闪。哦，那个躲得漂亮，后手摇臂，后手摇臂很好。看谁打得好不好啊，就看伟丽老师的表情。对，他喜欢的还是会露出笑容。对。赵磊。哇，这臂长太长了。他好专业哦。躲得好。好快啊！陈亦儒。哇，很重啊。凌晨。臂展长。哇，好快！后手。哇！黄旭。重量级的，感觉好猛啊！哇！肖顺尧。哇！漂亮！下面要出场的陈明，烧饼。box。好。陈明老师好像《街头霸王》里面的角色，真的。街头霸王。打出来，打空气的吗？打出来。他是一拳很猛吧？哇，烧饼静态力量还是强啊。对他力气很大，速度不快，但只要被他打着，一拳一个。对，重拳一拳一个，很棒，加油！力量很大，力量肯定大。街头霸王组合，陈明对烧饼。可以，他俩都是大力出奇迹。下面要出场的李四。加油！李四加油 ！box。李四加油！好，打完动，动。哎呦，我跳上了。breaking。好，对，很好，漂亮。这个后手。他那个身高臂展比较长，还有就是敢打，还有就是咱们的队员有点什么问题呢？就是拉手。不要有个预备动作，对，是不是？假如我打你前手，哇！哎，不是你躲闪！完了，鼻子歪了！我有预发打你，你感觉，然后你要躲的。这是有预发的，没有预发的，没有预发就很快，直接从这儿啪 ，KO。走，一定，走。我已经等没了。乃万好防守，转，往外转。哇，乃万好可爱。这是什么拳法？使劲儿，起床了，你得起床。我起床。对，女生上了拳台以后要体现出另外一面，就要变成战士。王局。重拳在后边啊，2。哇！太吓人了。我感觉他不是新练的。哎，他真的厉害啊！对，很有力量啊，身体再往前压一点，非常好，走。哇，好重！有威力。对，力量非常顺。帅。走。他就跟王局有的一拼。他拳打得很长。哇！我觉得王菊和孙瑞是比别的女生的那个感觉是强的要高一些。3位经理人看完之后，有你们想要的人吗？太多了。比如烧饼。就这么看好我吗，姐？没有，我刚没说完，让你嘴别那么碎。哦，好。子琪有没有想要的？我觉得王菊，还有刚刚孙瑞，王菊和孙瑞开始有人抢夺了啊！大家现在表现的都非常的好，把问题改掉，把优点继续发扬，所以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厉害的，加油啊！
好，张大大。大大，你耳朵没放进去，大大，耳朵压住了。来 ，box 加油！走。走，项目是不是？走，走，走。他有一个缓冲，他每次会那样缓一下再往前打。身体躲的时候不要这样往后仰，压下来。走，走，走。走。哇哦，很优雅的就避开了。他拳头巨重，说。来后手，30个，连起来。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。哎。哦，漂亮，防住了，漂亮。嗨。我不想在这个节目里搞笑，这次来我就是选手，全手准确的来说。你花了自己几成功力？50%吧。因为我在陌生环境的话，我喜欢试探一下，我不想在一个陌生环境当中使出全力去展现自己。下一位，李鲁修。我真感觉他厉害，我必须得好好看看。他好瘦呀，我的妈呀，这俩小腿腿。box。好。好。哦，漂亮！他知道自己有臂展优势，就不着急退。可以，哇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他应该是还是非常专业的了，而且他的距离保持很好。30个，没打完呢，很好，加油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他臂展很长，打得非常远，我进的话都不太容易进。他可以教我们很多东西，感觉不错。因为盛宇出来刚伤了腰，大概看一下，希望在正式对阵之前，好好休养。下一位，欢迎林丹老师。我都没想到能站在拳台上跟林导老师见面。2个世界冠军，都是冠军。看看哪个更厉害。走，牵手走，走，这声音都不一样。哇，重啊，我手，没事。哇，他的脚很好。哦，对，很好。他这个摆拳漂亮。你看那爆发力。很好。可以啊，他的那个前摆拳特别重，很重，然后你这个前摆拳会成为你的必杀技招牌。对，后来看到资料，林丹老师居然是来了之后才学的打拳，我觉得很压抑，他完全不像新手，可能他就是有运动细胞，就是可以很容易上手一项运动，就太神奇了。张伟丽1对24就全部结束了，我们再次感谢张伟丽，谢谢，辛苦，大家真的特别棒。然后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，把自己的优点继续加强，然后把自己的防守问题还有移动问题继续改正。我相信，等你们打的时候，一定会是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比赛，我特别期待。好嘞，谢谢教练，加油加油！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个考验，就是1v24，我真的今天是第一次。张伟丽教练是一个特别专业的、特别有责任心的教练。我们一共是24个人，每一场他都帮我们点到了。对的是他一直在赛场上。我觉得这个是很了不起的，女生去打拳，而且是职业的那种，很容易就受伤。你能发现她是发自肺腑的热爱这项运动，她希望每一个人都能真正的了解到这项运动，而不只是说她在追求她的成绩。所以今天我还蛮感动的。接下来是我们现场所有朋友最关心的时刻，因为我们马上开始给大家配对对手。选手按照体重分成4个量级。本轮比赛，张伟丽和3位经理人将参考选手的身高、体重、身体素质、训练情况等因素，在同一量级内将选手两配对，最终对阵名单将由张伟丽确认。
我这个量级里面都是熟人，都认识，很有可能就会面临的是你跟你的好朋友相互 PK 角逐，就是这么残酷。我必须说，中量级是最死亡之组，就是我这个量级，大家都有一点基本的水准。我觉得绝对是一个死亡之组，而且我在这个死亡之组里面，我还受了伤。那现在就是最重要的这个匹配环节了。接下来我们会给出一些建议，看哪两个人会比较合适。但是最终拍板决定的还是非常专业的韦丽老师。那我们第一组先为张大大进行配对。轻量级张大大。哇，现在是给张大大匹配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我觉得他不是说接触了很久，所以我感觉不能跟他们两个。那就是张延琪、姚琛跟夏之光先不考虑跟张大大匹配。对，我是觉得张大大跟更匹配一些。张大大比较稳一些，然后他比较灵动一些，但体能会差一些。我没有太大意见。那就张大大跟。哦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还不给是谁？这也太……定完了啊！定完了。啊，哦，林丹。林丹中量级的，他前手挺快的，而且臂展很长，所以他俩我觉得有的打。他们课时练的也很接近，然后身高体重也差不多。对，重量级的都是那个块头大，然后有健身基础的。对。那这两个重拳的分在一起了。姚琛。姚琛。哦，确定。哦。他们4个。其实他们4个都是同一个节目里出来的。对。他们我觉得都有的打，其实。姚琛写了不想匹配的选手，前 Rise 的团员夏之光、张延琪，这可咋整呀？太难了。别纠结。那姚琛最终会跟谁配对呢？姚琛跟